大家晚上好啊！今天又是一个忙碌的夜晚，所以我们来喝一支我好久都没有喝的酒 ，Speyside 产区的格兰利威，2010年的雪莉桶的纪念款。这酒现在好像不太好买，不过这是我还剩下最后2瓶，这是倒数第2瓶。Anyway， 酒就是买来喝的，我比较没有办法收藏酒，因为占地方。再来一个就是酒只会越买越多，不会越剩越少。Okay, cheers. Good evening, guys. What a night. 嘿，大家好，又回到烂手人设计师的频道，我是鸡米。今天这一集，我觉得我有一点点这个有感而发吗？等一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带的是这个 Seiko 5的 SN-RX 还是 SN 什么 X79。OK， 这一支是我称它为这个平价的 Oyster Perpetual。OK， 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非常的好戴。那这一只表我当初才买3000块还是4000块吧。它跟 Oyster Perpetual 一样，有这个放射的太阳纹，条形方形的这个时标刻度，并且它在日期窗跟星级窗的周围也有放上金属材质的边框，3版式的链带，然后非常的轻薄。那乍看之下，这个应该是35还36的尺寸，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好驾驭了。那后来它出了那个全新版本，就是把5改成像是 S 一样的那个 Seiko 5，那个版本它改完之后，价格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成长了3倍，变成1万多块一只，我觉得很奇怪。Anyway， 我比较喜欢这个上面写5号的这个版本，因为我觉得它代表最原汁原味的那个 Seiko 5，那个最单纯、最简单、人生第一支的那个机械表，就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好吗？其实我发现蛮多的酒有些像是爱尔兰的酒，10年的就非常好喝，不一定要到18年。有时候我都觉得买苏格兰威士忌就好像在买瑞士表一样，就是奇奇怪怪的品牌，只要是 Swiss made 好像就可以卖得很贵。应该有人也有这种感觉吧，就是好像苏格兰威士忌就特别贵，但是你们仔细去看一下爱尔兰产的威士忌，品质也不差，也是单一麦芽，很多也有过雪莉桶。所以 I don't know， 信仰问题，好吧。今天会录这集呢，是我一直觉得买表这件事情，其实就跟我们谈恋爱一样浪漫。有的时候你看一眼就看上它，不一定因为它是最漂亮、最亮眼、最吸引人，而是因为它刚好在那个时间点出现在你的生活场景里。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常常会买错手表，认识错人。有些人第一次交女朋友，有些人第一次买表。也许是在毕业、升职、谈恋爱，都是一个选择手表的一个感觉在带路的一个状况。那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人提醒，很容易就会被漂亮的外形、品牌的光环，甚至是旁边猪朋狗友的建议给误导。OK，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要轻轻松松的跟大家就闲聊一下5个我觉得买表不要去碰的地雷，以及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样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只表。我不是什么专业的玩家的口气在教你们，就是大家像朋友一样，我们就跟你讲的这些坑，其实很多坑是我自己踩过的。Anyway， 就是感谢 Google、YouTube 大神的演算法，所以请大家帮吉米按个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有留言也可以告诉我，就是你买的第一只表是不是也有一点雷，不敢回头看的那个故事，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好吧，那我们开始吧。OK， 第一题，这个不要选择时尚品牌手表来当做你的手表。很多人第一次买表都是从那一些时尚品牌开始，比如什么 Michael Kors、Armani、Gucci、Maserati、
，fully，OK，你一看到它的 logo 就觉得哇，这个品牌很贵，有品味，有故事。但吉米老实的说一句话，就是那并不是故事，它都是广告跟行销。时尚品牌的手表的本质，它就不是在制作时间的工艺，而是一个行销端的衍生。那这些品牌的主业大多都是服饰啊、皮件、香氛，甚至他们做表只是要让你全身上下都粘着他们的 logo。而表这个东西在那个产业里面就像是一个附随组织一样的产品，可有可无。他们只是找一个便宜的代工厂贴上自己的 logo， 里面可能用的就是很廉价的石英机芯，都不要讲有没有打磨了，连设计都不会有，没有灵魂。而你买的不是表，只是一个被看见的感觉。其中我觉得前几年最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 Daniel Wellington， 他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那时候全世界人都在戴，好像那个时候还流行什么穿着西装去 City Walk。OK， 我不反对穿着西装在都市里面穿梭，但是台湾35度、38度，我还蛮佩服，就是能够一层一层穿着这种都市猎装的西服的人的毅力。我穿个短裤短袖，我都会被台湾的天气给烧死了。我真的是很难想象穿着尖头的德比鞋，然后修身线条的意大利式裁缝的西装，怎么有办法走在路上 ？I don't know. You guys are amazing. I mean, this is crazy. Anyway, 真正好的东西啊，你也许带了像 Daniel Wellington 这个东西，我们以他来举例好了。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个 City Walk， 穿西装在街上走路，然后 Daniel Wellington 好像被了一个那个什么很帅的大叔戴了，所以 Daniel Wellington 突然在全世界就爆红，然后全世界人每个人都在戴，好像不戴会落伍一样。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玩机械表了，所以其实我对那东西是我并不会被这个东西影响了。那的确 Daniel Wellington 他有很极简的线条，但是我觉得那叫做空洞，看久了就很像是没有灵魂的时代缩影。真正好的设计从来就不是把东西做少做干净，而是比例、指针、表耳之间都有它的故事，都有它呼吸的迹象。就像 Normals 那样的几何之美，或者是 Johans 那样的德式极简美，那才叫做设计的语言。我也不是在说时尚品牌就完全都不好，而是你在购买之前可能可以先问自己一下，我到底要买的是一个时间的工具，还是只是一个 logo 的形象。当有一天你开始欣赏机械的机芯的这个节奏啊，指针的流动，光线在蓝宝石玻璃上面的折射，你就会慢慢明白，时间不应该被流行所包装，它更值得被尊重、被理解、被静静的欣赏。我知道很多人啊，我们第二个题目 OK， 我知道很多人他把手表当成投资项目，甚至听很多人讲说啊，手表会增值 ，This is an investment。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啊，吉米，我买这只表它就是投资啊，因为劳力士会涨啊，百达翡丽会保值啊。但是吉米真的想问你们一句，你们真的觉得手表可以被投资吗？手表的价值从来就不是你戴它你能赚多少钱，它的价值是在你当某个人生阶段戴上它的那一个时刻。那一个瞬间，你的心跳、你的汗水、你的努力、你的故事全部都进去了。没错，的确有一些表会升值，比如说百达翡丽的鹦鹉螺，比如说这改款之后5-6年来大家都抢不到的这个 Rolex Daytona。但是这是很部分的型号会产生的很稀有的现象，让它有了3倍、4倍、5倍，甚至像是5711在停产之前，回马枪出了一个橄榄绿，从拿到表转手700万到现在一直应该在1300到1500万左右。但是今天你买得到吗？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个手表会不会增值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几个点要注意。今天买手表会增值，但是有几个先决条件：品牌、稀有度，还有复杂功能。
有没有好的复杂功能，有没有好的稀有度，有没有好的品牌，这些事情是最重要的。那再来第二轮才会是否有贵金属，是否有稀有宝石，这是第二层的一个要求。那你们去想想看，当我把这些条件列出来之后，你们觉得一只表会是3万5万吗？还是300万500万？这个大家自己去想吧。OK， 收藏市场的游戏本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在追逐，它追逐的是稀有，不是一种感情，不是单纯的追时间。大部分的手表只要走出专柜就折价，跟车子一样，落地就6折，落地就7折。你今天花10万买的表，2年后的价值就剩6万，这是事实。但是那只表陪你度过的2年，值不值4万块呢？你带着它去旅行、去面试，在某个深夜里，你那个深夜里面，你盯着手表的面盘，听着它滴答滴答的转动的声音，那一刻你真的只有在看时间吗？还是在告诉自己我还在这里？所以我常常说，不要让市场的杂音去干扰你对时间的感受，因为真正的报酬不光只是钱，而是你跟他共同拥有的回忆。当你看着表面上那些刮痕的时候，你会想起那一场雨，你会想起那一次在超市逛街，手表被柜子刮到留下了刮痕，但那一天是你陪太太一起去买生活的必需品，那是生活的痕迹，那才是手表最贵的地方，因为它帮你留住的不只是金钱，而是时间在你心目中的形状。所以我常常说，不要去思考说是不是买这个表吉米能不能保值，这个二手折价率好不好。我可以告诉你，手表不是必需品，手表就是手表，车子就是车子，它跟房子不一样。未来房子会不会继续保值，没有人说得准，但是车子跟手表，相信我，选你们自己喜欢的，不要把包袱看得那么重，因为真正会增值的那些表，你我都拿不到。所以就好好享受手表带给你时间的记忆跟快乐吧，懂吗？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啦。那当然，如果说你们的条件非常强，有富豪的能力，能够同时买品牌，能够同时获得贵金属，能够同时获得稀有性，比如说限量，全球只有5只一只是6000万比如说全钻、彩钻、贵金属、铂金、白 K、黄金、玫瑰金，那当然你去买这些表，放个10年20年以后，它绝对是增值的。OK， 所以认清自己的实力，决定要玩什么游戏，我觉得这点是还蛮重要的。那再来第3题，如果今天在买表的时候，很多人，我发现有观众会问我说，我应该挑皮带好还是挑钢带好？我每次都说，这个问题就很像是你在选择想要跟谁共度时间一样。皮表带它就很像是一段很亲密的关系，它每天贴着你的皮肤，吸着你的体温，吸着你的手汗，戴久了皮带会有你自己的颜色跟味道，听起来有点恶心，但是大部分的皮带其实都是消耗品，它会慢慢软化，然后慢慢符合你手的形状，也有些会褪色，甚至它在转折的地方会有皱纹，但那并不是瑕疵，那更是你生活留下来的证明。只是皮带很娇贵它很怕水、怕汗、怕潮湿。夏天你带它出去，在台北街头走一圈，就很像跑完马拉松一样。我说真的，皮带在冬天绝对是一个浪漫的好选择，但是在夏天，我更推荐你们大家选择钢带。为什么？因为钢带你不需要特别照顾，它不怕水，也不怕脏污，你带着它去旅行、去潜水、去加班，它都能跟上你的节奏。有的时候我在一大早阳光下，手表看着它的反光，那一闪一闪的光就像时间在对我眨眼睛一样。皮带就很像是我要跟情人约会，钢带更像是跟我一起出任务的伙伴，一个你需要呵护，一个你可以获得永远的可靠。我觉得没有谁比较好啦，重点就是当下你需要的是哪一种。你可以冬天戴皮带，夏天换钢带，也可以每天换，让时间都有不同的表情。表是工具，但它当然也可以是一种温度，选什么就在选你想怎么去过这个时间。那当然呢，讲回来很现实的面，如果今天一个表款它同时有这个 optional 给你这个钢带的选择或皮带的选择，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选钢带，因为在 aftermarket 你想要去买皮带是很简单的事情，
便宜一点的300-400块，贵一点的3-4千块，皮带随时都买得到。但是原厂的链带，很多的表厂它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可能要出示你在哪一个经销点买，它才能帮你去申请要买一个钢带。那生活知识、劳力士，你要去买一个钢带，不好意思，他们是不卖的，懂吗？所以我觉得先买钢带，然后再去挑市场上你喜欢的皮带来做更换，依照你自己的风格去做选择，做一个风格上的搭配。那当然你们也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有一些厂商啊，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蛮机车的，比如说像是Cartier 的 Tank 啊，它的那个表带的表耳到表耳的宽度就只有15.5，我都不知道怎么配表带，所以只能去找定制。那有一些的品牌呢，会给你什么19或21那种你连挑皮带都很难挑的尺寸。那大家在买表的时候就要先去问清楚，就是说我这个表耳的耳宽，正常来讲大部分是18、20、22，这3个尺寸是最多手表在使用的尺寸。但是你要确定好的就是你买那个表不要是一个奇怪的规格，否则你日后想要玩这种表带的话，其实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麻烦。OK， 这样子大家就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那第4题，我觉得就是挑表啊，你要依照你自己的状态跟你的穿搭去选择手表。很多人在买表的时候，心里面想的并不是我喜不喜欢，而是别人会不会看到我，或者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有品味。我吉米真的是想要说，就是手表不会是炫耀的标签，它可以当你人生的第2张名片，但它绝对不是你炫耀的标签。你是谁，你就戴什么表。你是通勤族，那你当然就不用带一只劳力士啊，万一遇到抢匪怎么办？对不对？那你今天你是一个老总，那当然带一只 day date 就很合理咯。我只能这样子说。但是我也看过很多大老板只是低调的带一只 Grand Seiko， 很多有钱的人他不见得真的戴很名贵的表，不是大家真的想的那样子，不是每个人都手上带一只 RM Richard Mille。OK， 很多人他其实是我这样讲可能会得罪到一些人，但是我觉得手表的价格跟价值它应该有一个平衡点在啦。那有一些品牌已经真的有点太过了，就是它的价格已经超越它价值太多了，我当然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应该去买。所以讲回来的就是说，你如果很喜欢，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手表的美它在于它必须跟你生活的同步呼吸，它能配合上你的人生的速度。比如说我喜欢街头感，那我的 Casio、G-Shock、Seiko 5我收藏非常多。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我是室内设计师，那 Johans、Normos、Baltic 这种很简单的味道，有德国表设计风味的味道，我就会去选它。那比如说我喜欢去户外，你喜欢去海边，那今天 Seiko 的 Prospex 或 Citizen 的 Pro Master当然就会是你生活的伙伴啊。因为你们要记得是表要融入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很突兀的闪在你的袖口外面。它要能陪你吃早餐、追捷运、发呆，而不是每天让你担心我这样子会不会刮到。我觉得那是最辛苦的，那到最后戴手表变成是一种很疲劳的感觉。当然我知道，就是说我们能不尽量去刮到手表，我们当然都不希望去刮到，但是有的时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难免碰撞到留下了痕迹，那你就会记得上次我撞到这个是为什么。当然有的时候我对我老婆比较凶，因为常常她的玉会撞到我的手表但是想起来好像是应该是玉比较容易碎掉，应该不是手表，所以有点太不好了。 OK， 跟太太说声抱歉。 OK，anyway， 因为我很爱表，我相信大家很爱表的朋友应该都是这样子的。 OK， 那我觉得找到最适合你的一只表是什么表，就是那种你戴上了它你会忘了它的存在，可是当你每天出门没有它，你会觉得哪里怪怪。 OK， 因为那时候你的注意力已经不是一个装饰我自己的状态，而是你是专心的活着。时间会改变我们的穿搭，也会改变我们选择的风格。今天你是年轻人，明天你可能是一个 maybe 公司主管，后天你可能是一个爸爸。那这一只表如果能够一路陪着你，那绝对就是最真实的故事。好吧，那重点来了，第5题，如果你们真的不知道怎么选该怎么办？
OK， 听了这么多，你还是觉得说，Jimmy， 我不知道戴什么表啊？没关系，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本身也是一种状态。没有人一定都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这代表你还正在学会观察你自己。其实买表这件事情你不需要急啊，你不一定要一次就挑对，因为那个很难。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慢慢摸索的过程，它才会让你理解什么表才是你真正属于你、适合你的表。所以我会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大概分析成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从经典款入手。为什么？经典永远不会错。它之所以会成为经典，不就是因为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吗？它已经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比如说我们讲 Rolex 的 Submariner 水鬼，不管是蓝金水鬼，不管是黑水鬼、绿水鬼啊，甚或者是全金、铂金的水鬼啊，基本上这一个形制，它行之有年，有历史，够经典，大家都喜欢。那这些选款你去做选择，当然就不会错。比如说像 Omega 的这个 Seamaster， 它是潜水表的代表之一，价格又稍微比劳力士更亲民，二手市场10多万出头就可以拥有一只很棒的潜水表，结合了运动感、绅士的气质。比如说 Speedmaster， 它是登月表，它也有赛车系列，同样也是在二手市场，你可能10多万就可以挑到一只品相非常优良的手表。那再比如说 Cartier 的这个 Santos， 全世界的第一只飞行腕表，设计优雅，方形表壳，辨识度很高。很多人不知道 Santos 只是飞行表，其实它是飞行表，它是给飞行员设计的。OK， 那今天就刚好帮大家顺便来证明一下。那比如说想要入门一点点的 Tudor 的 Black Bay 啊，或者是 Longines 的 Spirit Zulu Time 啊，这种航空又有复古潜水的风格，我觉得都很适合非常喜欢户外跟旅行的人。这些品牌啊，它的系列都是有历史、有故事、有它的设计语言。那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有一定的稳定性。基本上这些表都是经历了10年以上的风霜雪月，依然不退流行。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可以告诉你们可以挑的方法。那第二个，如果你们的预算没有到那种层级，那没有关系，没有错。我也是从一开始摒除掉我爸爸送给我的表以外，我自己买的表其实都没有买过很贵。我那时候最贵买的表就是大学时候买的 Tag Heuer 泰格豪雅，那一只是我记得是里奥纳多代言的。Anyway， 反正就是它牌价大概是15万啊。那当然就是拿完折扣之后并没有到很不合理，还蛮便宜的。OK， 那讲回来，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我们预算还没有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日系的品牌反而是更实在的一个选择。这几年来，日系品牌的竞争力真的是越来越好。比如说 Seiko 5， 我今天带的这个就是 Seiko 5， 这个我也买了应该有快10年了吧，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还是非常的常去佩戴它。那它的表带是非常经典的，用空心表带，然后有那种很棒的复古感。但是这个表你说我会卖它吗？不好意思，我不会。OK， 第一个它绝版了，第二个新版我觉得把那个 logo 改掉，我非常不喜欢。OK， Seiko 请你改回来，拜托，谢谢。OK， 再来比如说有这个 Seiko 5嘛，就很多人的人生第一支机械表。那虽然它不是我的第一支，但是我有很多支 Seiko 5，价格很亲民，有设计，有 DNA。那如果再往上面一点，可以选这个 Presage， 它有点像是精工系列的贵朵。贵朵是精工的最顶级的手工艺系列，它是比 Grand Seiko 再高级的。那我觉得 Presage 在 Seiko 整个行业、整个公司里面的定位，就有点像是入门版的贵朵。像是穿了衬衫的机械表，很低调，很有质感。那如果想要运动系一点的呢，可以选这个 Perspex 系列，它是 Seiko 的专业潜水表现，那有功能，有风格，然后同时它也非常的有这个积极正面的一种感觉。那再来，比如说很喜欢怀旧复古文表类的，我很推荐的就是 Orient Bambino 东方表的 Bambino， 超高的 CP 值，圆拱玻璃搭上经典面盘。最近又出了一系列的偏新系列，也是全机械表，我觉得怀旧气氛是非常非常棒的表，一支入门5000到1万都有。
最入门的大概5000块钱就可以买得到，而且质感做得非常非常好。我愿意称它为日本表里面所有正装表里面的神表，就是 Orient Bambino。OK， 那既然都讲到 Orient 了，那我们不能不提一下 Citizen。Citizen 的 Pro Master， 我觉得假如你是户外玩家，那它是一大福音，有太阳能，这个 Eco Drive， 然后非常的强韧，有防水，这个表买下去陪你上山下海都不是问题。它有分别分成了 The Land、Sky 跟 Ocean， 海洋、天空、陆地3大系列，你们大家可以自己慢慢去找。我觉得这些品牌都是，你有没有发现买了不太会让你后悔，就算你后来升级玩更贵的表，这些表都还是你表柜里面会有的基础款，他们并不会因为时间而被淘汰，反而会在某一天你打开抽屉的时候，你会微笑的说，当年我就是从这只表开始我的玩表之路，那种浪漫的感觉。那第3个方向，也是我自己最相信的方式，当你看到一只表，心里面会有那个你千万不要错过那一个感觉。当然你也不要急着就马上要掏钱去买了。第一次你可能会被外表吸引，第2次你开始注意它的细节，第3次如果你还有那一种我想要带它走进我的生活的感觉，那就买吧。讲到这边怎么很像我们在观察一个女生的样子，像个变态一样。对，假如挑女朋友用这样的方法好像也蛮合逻辑的，对吧？我们第1次被这个女生的外表给吸引，然后第2次我们开始注意她的言行举止，第3次我觉得我想要跟她在一起的冲动就出现了，我好喜欢她，那我们就过去跟她讲话吧。有没有很像，对不对？ OK， 女生听到这边不要 ban 我，拜托，我不是变态。OK， 当然啦，就是我讲的就是说，就是你买表的这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冲动，而是一种自我确认，它是心里面的一种默契，就很像我们遇到一个人啊，你不会因为他是完美，而是因为他是符合你的那一个时间点所要的样子。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选表，我觉得就可以从这里开始，选最经典的、最稳定的、最诚实的。我觉得那是每一个玩表的人最好的起点。你不用马上变成一个多懂表的人，但只要你愿意去接受、感受时间，手表它就会慢慢带你走进它的世界。因为最终你会发现，你选的不是一只表，而是一个时间陪你度过的方式，对吧？ OK， 最后我想说的事情就是，不管你买什么手表，记得手表的价值不在走得多准，而是在它真的能够在你的生活中扮演某一个角色，能够陪你多久。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一只表，它可能早就已经被刮花了，早就已经用到就是七零八落了，早就已经可能停了，电池也没再换，甚至你就丢在抽屉里面生灰尘的那个角落。但当你每一次偶尔在整理抽屉的时候，发现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想起那一段时间，可能是那个时候刚高中毕业读大学的自己，爸爸送给自己的机械表，可能是你刚谈恋爱，另外一半送给你的初恋的那一只表，也可能是你每天为梦想努力的那个自己所送给自己的那只表。时间从来不会为谁而停留，但手表会替你留下那些痕迹。它不只是记录时间，而是提醒你，你走过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错误，每一个成功的选择，每一次的重来，其实都在组成你人生的独特的节奏。所以买表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太焦虑，好吗？如果这一集能帮你们厘清一些观念我会非常的开心。但如果你听完之后心里面还是觉得有很多疑问，那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每个人对于时间、对于手表理解都不一样。那看到这边，我想如果大家还是有很多疑问的话，那你就在留言区把你们的问题留下来，不管是什么预算怎么抓，我该选择石英还选择机械micro brand 微品牌值不值得我会把大家的问题通通整理起来，再重新整理出一套系统性的回答，做成一个题目来回答大家。OK， 那下一集就会依照你们的问题继续拍继续聊，一步一步的去帮大家厘清到底我该怎么选。因为吉米是真的希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最贴近你的生活步调，能陪你走时间的那只表。千万不要盲目跟风，不要因为大家流行什么表你就乱花钱，不要买了以后后悔。我们要慢慢学会如何真正挑出属于自己的时间工具，那不是一种浪费，是正确的消费观念。当然了，
老样子，我们来拜一下这位伟大的存在，没错，也就是我们的数据大神，我们的 Google、YouTube 演算法之神，请大家跟我一样，双手合十拜一拜这个演算法之神。OK， 他真的很重要。如果你们不按赞、不留言、不分享、不开启小铃铛，这个大神啊，他会弃我于不顾。他不会管我内容做得多认真、多仔细，写稿写100遍，他只会把我略过。OK， 反正就是可以的话，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OK， 让这位大神把我推高高吧。那也谢谢大家。如果你们真的喜欢吉米这种讲话方式跟节奏，记得就帮我们点个赞，然后留言告诉我你的问题、想法，分享给那位也在选表的朋友，这样可以帮助更多人避开地雷，也可以给我们频道更多的喜欢时间、喜欢设计的人看到。OK， 最后还是吉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不论手表贵跟便宜，它都留不住时间。但我们在每个当下都在创造属于你我自己的历史。希望大家在戴表、玩表的过程呢，都能够开开心心，更希望手表能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OK， 当你开始意识到时间的流动的时候，你就会更懂得活在当下的重要性。我是烂手人设计师鸡米，我们下支影片再见。也别忘了，玩表开心最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在对抗时间，我们只是学着用自己的方式跟时间好好相处。Peace， 拜拜。